原来你早料到了，我还担心。是担心我被你骗，还是担心我看不出这个案子有问题？小金总，小北是有苦衷的，快解释啊！晶晶，你年纪小还不懂，不管是大男人还是小男生，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永远做不到以诚相待。在整件事情还没有落实之前，我不确定你会相信我，但我为了让顾家那2个兄弟彻底相信我接近你的目的，他们才会孤注一掷去竞标。现在他们负债累累，等过段时间那块地的问题显现，他们就会主动来找我出让股权，我也就能完全收回我母亲的产业，替我妈妈守护好她所有的心血。没有提前告知你这些，对不起。那你现在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近我的？是我出现在顾家那一天，还是酒吧外巷子的偶遇？其实从你一开始出现在酒吧，我就在找机会靠近你。顾从北，你还真是处心积虑啊！你相信一见钟情吗？就算没有这件事，我也会……什么一见钟情？你当我是17岁高中生吗？会相信一见钟情这样的鬼话？鬼话？当初你让我跟你结婚，也说过对我是一见钟情。哦，难道你是为了骗我跟你结婚，随口胡说的一见钟情？什么叫我骗你跟我结婚？我是正儿八经跟你求的婚，你也自己亲口答应了的。哦，那要说骗，你没骗过我吗？我对你隐瞒部分事实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利益上的损失。晶晶，你过来。你看清楚男人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还有，要是以后哪个男生跟你说他对你一见钟情，你千万不要信。对，以后哪个女生再对我说什么一见钟情，我也不会再信。你都跟我结婚了，你还要听哪个女生跟你说一见钟情啊？等一下，你们不是该好好谈一谈开发案的误会吗？怎么会扯到一见钟情呀？一见钟情重要吗？重要。哎，小金总，小金总，你消消气啊，小金总。小金总，你怎么回事啊你？我要是小金总，我也被你气死了。我没想跟他吵。他是心疼你，为了帮你引顾家那俩傻子入局，故意推动开发案。长点心吧你。金小姐，离婚协议我不会签的。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了离婚，不是为了离婚，是为了争家产。什么狗血！金小姐，你开开门，这件事情我们得好好聊一下。我承认整件事情。金小姐，金小姐，我是你的室友吗？我没有名字的吗？我喊你金小姐是因为你像顾同学的喊我，我表示尊重，只能喊你金小姐。你尊重我，你尊重我，你认识我第一天就留在我家过夜。我留在你家过夜是因为你当时说很冷，又吐又哭又闹的，那种情况下我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吗？我照顾你一整晚的事你都忘记了吗？还有这一出。那之前呢？你干嘛跟我回家？你就是对我见色起意。我见色起意？我见色起意？你当时忘了你对我怎样的了？我怎么样？这样。
然后夕阳悄然划过了天际，像我吹了你千百万里。我知道了，顾从北，那天就是你把我的长岛冰茶换成酒的吧？换成酒？我还纳闷了，我点的明明是茶，怎么就变成酒了？你这个人真是为了利用我，无所不用其极。虽然我确实有故意接近你的嫌疑，但是长岛冰茶真的是酒，不是茶。不信，自己看，看。所以呢？所以长岛冰茶它就不是茶，是酒啊！所以你就为了一杯长岛冰茶这么凶我？长岛冰茶真的是茶，不是酒。重要吗？长岛冰茶真的是酒啊？这点常识我都不知道，太丢人了。怎么这么冷啊？对不起啊，我刚刚……今晚我在你房间睡。哎，你突然到我房间躺下，想干什么？我睡你房间，你睡我房间不就行了？我不去。你是不是在想办法整我？哎，你最好赶快回自己房间啊，不然我……霓虹的闪烁，放灯在对街，下个路口就把门口相见。我在对不起啊，我刚刚不应该跟你讨论长岛冰茶是不是茶的这种问题。我跟你……你在我房间干什么？这是我房间。我现在不冷了，床也热了，你去我房间睡吧，我空调坏了。青肉，你有病吧？你就当我有病，出去。帮我把空调开到26度。
所以我的作用是暖床。你以前竟然吃冰淇淋，已经可爱多了。我不会再给你换房间的哦。顾总贝，你过来一下，我好难受。我马上过来。怎么样？修好了没有啊？应该是系统失灵了，可能坏了吧。那怎么办？今天能有人来修吗？明天再找人修吧。行，这个家太冷了。今天要是冷的话，多加一床被子。我会冻死的。要不我去酒店吧，酒店里应该是好。金小姐，金小姐，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怎么突然就坏了？今天早上还好好的，怎么回事？金小姐，金小姐，你看着我，深呼吸，深呼吸，试试啊，深呼吸。感觉怎么样？还是好冷。金小姐。好冷，好冷，肯定是有人故意弄坏的。快听心里的声音，仿佛有某种吃吧。哦。昨天晚上的事儿，谢谢你啊。我对温度确实有点苛刻，
不过那件事还是……蓉蓉，你叫我什么？蓉蓉啊，你怎么不叫我金小姐了？你不喜欢我叫你金小姐，从今天开始，我叫你蓉蓉，可以吗？都行啊，反正就是个称呼嘛。跟你结婚，原先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确实利用了你，对不起。不过，从我答应跟你结婚的那一刻起，我是认真的。还好，一开始我就说过，我一旦结婚，就不会想要离婚。蓉蓉，我想跟你好好过接下来的每一天。我考虑考虑吧。还要考虑啊？蓉蓉，喂，你好，邱特助，我是顾从北。 Never-ending dust, faces look up for another losing day. Anger grows. 董事长，我保证这些资料的真实性。顾从北处心积虑就是为了接近蓉蓉。谢晨啊，如果你把你的精力都用在项目上，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到最后一刻都没发现那块地的问题。董事长，小北呢，接近蓉蓉是有目的的，可是他并没有做过伤害金家的事情。年轻人的事情你明白，一两句话，几张图片，不代表什么。他们既然已经结婚了，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问题吧。你是他们的兄长，对小北呢，要多多包涵。我再这么努力为公司考虑，归根结底还是个外人。店长，你来了。不是说了吗？不要叫我店长。金副总，金副总，你怎么喝这么多啊？哎，我每一次碰到你，我都会很倒霉。那我消失。金副总，
金副总。金副总，金副总，金副总，你没事吧？金副总，还好吗？你怎么还在？还是先照顾好金副总吧，就当将功赎罪了。哎，人呢？难道走了？金副总，金副总，你怎么在这儿啊？金副总，来，我们出来好不好？来，走。好吧，那我再陪你坐一会儿吧。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别哭了，没事了。
没事。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你拉我起来，我腿麻了。好。你这么快把我拉起来干什么？我还没倒呢，我腿还麻着呢。哦。哦什么？你干什么？你，哎呀，你抱我干什么？
我想聊一下我我关于的计划全被你打乱了，起开！什么情况？你不是饿了吗？总算把你们救回来了。金副总，你来找我？不是，也是，我来把它还给你。这不是上次打碎的那盆盆栽吗？我已经扔了。我把它捡回来了，救活了才敢给你送过来的。你看它长得多好，现在。都已经扔到垃圾桶里的盆栽了，你还捡回来干嘛？我本来是想赔你一盆新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会喜欢原来的这盆，所以，反正我就是觉得它不应该被抛弃。对，它是不应该被抛弃。金副总，那我先出去了。金副总，黄甘贵竹喜欢水和阳光，您记得把它放到阳光底下，它会长得更好。加油！丘比的理论知识靠不靠谱？小金总，比如说这个橘子吧，你要一点儿，慢慢的把它剥开，它的香气才会慢慢的绽放，就像是男人一样，你要一点儿，扒了它的皮，是撩拨他的心。这么晚了，你穿成这样？周末我要去参加一个活动。cosplay 啊？酒会需要跳舞，你可以陪我练练舞吗？可是我最近没听丘比说你要参加什么舞会啊。我的行程他不需要全部都知道。哦，私人酒会啊？私人酒会。是什么样的私人酒会需要替舞伴这么近？就是那种跟合作伙伴去发生更亲近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比如呢？比如开荒、挖土、栽种、育苗。然后呢？然后等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怎样？就剥开你这只甜蜜的小……你怎么了？我被自己的口水给吃吐了。剥开我这只甜蜜的什么呀？哇，小金总，
这么浪漫的招你都想得出来，你也太厉害了吧！我跟你表弟的事儿就是这样，所以你觉得他到底为什么拒绝我？小金总，我也没谈过恋爱，也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事，我也不知道。其实呢，我有一个猜测。什么猜测？你说顾从北，他是不是就不喜欢女生啊？啊？不可能，他一定喜欢女生。为什么？我不能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是怕说了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你不说，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更糟糕。你要是说了，年假多给你加2天，再给你升1级。升5番街的项目安排你加入。他17岁的时候非常喜欢一个女生，说认定了对方就是未来的结婚对象。17岁就认定结婚对象？因为他那天给我打完电话就发生了意外，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小金总，小金总，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哎，小金总，完了，我不会又捅什么娄子了吧？一夏小姐，向阳高中，顾从北是他表弟。金老师，为什么退回我的设计稿件？这位同学，你可以不来好好上课，但请你不要耽误别的同学。顾从北，原来是你。刘用，帮我查一下，顾从北是不是向阳高中的？哎，我说，橘子包了吗？怎么样？我说的方法管用吗？啊？你觉得呢？橘子没包没关系，我有很多种方法包橘子。比如说，这个橘子你可以特别温柔的把它包下来，也可以特别暴力的把它包下来。这样，干嘛？你可以你再在我面前提起。
信我了吗？不信。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之前你拒绝我？你那么直白，我怎么回答？或许不举子，不橘子，不重要，下来吧。吃橘子，吃橘子，谢谢晶晶。谢谢。来吃橘子，谢谢。好甜啊，甜，是不错。这是我们家果园，我们家旁边果园种的橘子。不是我跟你们说过了，不要在公司吃橘子，千万不要让小金总看到，知道吗？小金总，小金总吃橘子。我们小金总不吃橘子。橘子这么甜，我为什么不喜欢？橘子剥了，橘子不剥怎么吃啊？小孩懂个屁！小金总，早啊，早。这个在楼下咖啡店买的，可不可爱？哇，好可爱，我也想要。哇，你的结婚戒指好好看啊，是吧？我和我老公一起去挑的。你们在聊什么呀？啊，猫爪糖，可不可爱？送给你吧，小金总。不用了，谢谢。你们吃吧。啊，那好吧，我们先走了，拜拜，拜拜。结婚戒指，我也想要。不许偷看啊！噔噔噔噔，猫爪糖，喜欢吗？我下课的时候去了一趟梁晶晶的店里，还剩最后一个，所以我就把它抢过来。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那我把它藏好。半夜藏好。走吧。想吃什么？想吃你做的。好。来，尝尝，烫啊！超赞。嘿。蓉蓉，我突然想到一个脑筋急转弯：一只小白加上一只小白等于什么？什么小白？白色的白。你再看我，一只小白加上一只小白等于什么？2只小白啊！小白兔啊！你给姐姐讲这么冷的笑话？哪里冷了？你再看我，2只小白
啊？啊？小北，我们俩之前是不是在哪？小白兔，你看小白兔，这是什么？结婚戒指啊？对啊，我也有。你没有谁有啊？我还以为放在卧室会很容易被发现。你什么时候准备的？答应跟你结婚那天就去准备了，只是后来一直没有送出去，就没机会了。好看。我现在相信你对我是一见钟情了，哎，我可太迷人了。是你最迷人。哎，等。又在赶论文啊？蓉蓉，我们买个冰箱吧。也不是顿顿都在家吃，没那个必要吧？我知道，你因为5年前被关在冷冻车里的事情，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希望你可以。丘比跟你说的吧，那就是个意外。可是那件事情之后，你对温度极度敏感，你现在连冰箱都接受不了。我不想你这样。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太正常呗？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怕有一天，万一又出现上次那样的情况，我不在你身边怎么办啊？那你以后就努力时时刻刻在我身边，好不好？你说蓉蓉出事那天来过我们学校，你们学校？难不成你也是襄阳中学的？是啊，虽然整个高3阶段我去学校的时间很少，但我确实是襄阳中学的学生。那就太巧了，金副总也在那个学校当过半年老师。金副总？对啊，金希晨金副总啊。我跟你说啊，金希晨金副总跟我们小金总是同学，打小就认识的那种。后来金副总的母亲要嫁到金家，我们小金总脾气你是知道的，忍不了，直接跑学校找金希晨了。谁知道那么巧，刚好就是那天发生了那件事情。那天的日期你还记得吗？好像是11月的最后一天，金总离开学校不久就出事了。顾同学，你确定还要查这个事情？一定要查。我见过他害怕的样子，那个时候他一定很绝望吧。既然这样，我就多跟你聊几句。希晨，这次不是我危言耸听，这个顾从北真的要查小金总当年被绑架的事啊！他查就查，你慌什么？我这不是当年偷偷的出国让小金总接受你进金家的主意吗？你又在胡说八道。哦，对，我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但是这个顾从北，他真要查的话，万一查出点什么怎么办？你说啊，要是金家知道了，顾从北不但故意接近蓉蓉，
他还就是5年前绑架蓉蓉的那个人。金总会怎么处理？哦，我明白了。金老师，备课呢？对。我们学校的实习老师啊，就属你最突出，你加把劲儿，留校应该没什么问题。谢谢陈老师。城市设计大赛是金老师负责的吧？啊，咱们班有个同学叫顾从北，他母亲啊是顾氏建筑的总经理，也是咱们校友，这些年给学校也提供了不少帮助。顾从北这孩子虽然一直请假没来上课，但是啊，在设计上那是很有天分的。城市设计大赛的事，金老师还多关照关照。金老师，为什么退回我的设计稿件？这位同学，你的设计稿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了，为了对其他同学公平，我只能退还。是，截止报名的时间是中午12点，我确实晚了半个小时，但我是因为家里的事情我才晚了，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吗？哪怕超过1分钟，失去资格就是失去资格，这才叫公平。像你这样连课都不好好上的同学，托人情走关系，拿奖学金，出国留学，像你这样的同学，已经从出生开始就比别人有更多的优待了。为什么就在这件事情上你还要特殊待遇？金老师，我接受我失去比赛的资格，但有件事情我必须要更正，我从来就没有托过人情走过关系，也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得到过任何待遇，请您收起你的偏见。在啊，怎么了？你快看一下我的结婚戒指在不在桌上？啊，在卧室呢。那就好，我回来拿了，等我一下。那你回来吧。你不会是跟踪来离开我的吧？你要请我吃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的自己，怎么会？小北，小北。啊。
副总，你怎么来了？我就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吃饭，我可以坐这儿吗？行。那您坐这儿，我换个地方吧。你很讨厌我？没有，我怎么可能讨厌你呢？哎呀，怎么可能呢？哎呀，其实是因为小金总跟我表弟结婚，您跟小金总又是兄妹，那咱们不就是亲戚关系了吗？我是怕……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实力得不到认可，同事们要是知道我是关系户，会更远离我的。你笑什么呀？我很认真的。哎，您吃啊。哦。其实，我跟小金总不是亲生的兄妹。不是亲生兄妹，可是你也姓金啊？对，我也姓金。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5年前11月30号那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妈，你明明知道我喜欢蓉蓉，你干嘛还要和他爸结婚？西晨呐，你自己也清楚，蓉蓉拒绝了你，你总说自己差一个机会，妈妈也是为你的前途着想啊。那蓉蓉她现在怎么看我？她这辈子都不可接受我用这样的方式进入金家。你不能嫁给他。其实我差的不只是一个机会，是整个人生。啊！这么大的瓜又被我听见了。那您还喜欢小金总吗？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那就好，那就好。这要不然这个剧情也太狗血了吧？那你们每天在同一家公司见面，这得多心累啊！其实刚进公司的时候，确实挺心累的。倒不是心累怎么去面对小金总，我就是每天都担心，同事们要是知道我继子的身份，他们会用什么眼光看我？开始还打算刚进公司就大展身手，结果呢，反而像是被困住了手脚，做什么都别扭。金副总，你不要在意其他人的眼光，我觉得你非常。关系啊！喂，小北。啊？如果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为什么背后会有我的字迹？但是我为什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拍过这张照？难道我们5年前就遇到过？店长，你来了！别叫我店长。小北，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我离开顾家时的情况？5年前？那一天不就是顾家产业被出售，你跟你那2个哥哥吵了一架，就离开了顾家。后来你还去了趟学校。我去学校了？去了呀。
我还听说你和一个实习老师吵起来了。我去学校了。怎么了？晶晶，你跟我去个地方，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去。走。哎，去哪儿啊？说不是为了偷拍我，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拍。是这里，我肯定是这一天遇到他的。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到底想干嘛？你快看这张照片，这一看就是我们小金总啊。这是他5年前的照片，我怀疑是我拍的。你没事吧？5年前你还只是个高中生，怎么可能会拍到小金总？我只记得5年前，我从医院醒来以后，姨妈就接我去了你们家。但是我离开顾家以后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所以现在就是我要跟你确认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从顾家离开去学校，那天是几号？所以大老远你把我带到这儿，就是为了这个？这么点事完全可以电话说呀，大哥，我还要赶着上班呢。哎，姐，你快告诉我那天到底是几号？我求你了，你快好好想想。11月30号。你这么确定？当然了，那一天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快走！
怎么了？突然，我想第一时间告诉你，我们5年前就遇见过，那个时候我就对你一见钟情。小金总，项目需求会客开始了，你给我10分钟好不好？5分钟也可以。金总，整个事业部的人都在等你。小北，这个会真的很重要，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那我在静静的咖啡店等你。我一会儿就来。走吧。不是说开会吗？对不起，我把会议延后了半个小时。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要给你看。这些照片的来历我不方便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顾从北就是别有心机的接近你，先打听好你在那里出现，再以驻唱为由留在那里，伺机接近你。我跟顾从北怎么遇见的，我比你更清楚。你说的这些情况，他也从来没有瞒过我。不管怎么说，这些照片拍得还不错，我可以收藏一下。我知道，光是这一点你肯定不会相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顾从北从5年前就开始处心积虑地接近你，金希晨，你适可而止。5年前，他还是个高中生，怎么接近我？你记不记得？那天你来学校找我，见到我在跟一个学生争吵，那个学生就是顾从北。从出生开始，你们已经比别人有更多的优待了，为什么就连这件事情你还要有特殊待遇？金老师，我从来就没有托过人情，做过关系，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原因得到过任何优待，请您收起您的偏见。对不起。没事。金希晨，蓉蓉，你怎么来学校找我？你明明答应过我会阻止你妈嫁到我们家，现在呢，日子都定了，怎么，你要跟我做兄妹是吗？如果你有一点接受我的可能，我都能有勇气全力阻止跟你做兄妹。金希晨，我凭什么要在跟你做兄妹和接受你之间做选择？我再清楚明确的告诉你一遍，我们只是同学。对，只是同学。你是集团千金，公司副总，我就是一个实习老师。不管我们是什么关系，你肯定都瞧不起我。那你给我一个能让我瞧得起你的理由。别装了，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那一年你刚进公司，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收购顾家出售的产业。就是在那一天，顾从北回到学校，遇到了来找我的你，知道。
喂。行，我知道了。顾家人。说让我回去一趟，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不论他们两兄弟说什么做什么，肯定都是别有用心。你别理他们。放心吧，没事的。好了，注意安全。找我来有什么事？有点渴了，给我倒杯酒。没什么事，我先走了。现在走，你会后悔的。喏，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金蓉蓉5年前是被谁绑架的吗？这里面会给你带来惊喜的。你仔细看一看。什么意思？我们什么意思？顾从北，你得问问你自己是什么意思吧。我呢，一直以为你是长大了以后才学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想到你高中的时候就会了。老大，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顾从北，好好看看这些照片。这就是当年金蓉蓉被关的冷冻车，你就在场。你到底在说什么？当年，到底是不是他干的，我们也不确定，而且他什么都不记得。没关系，这些够了。喂，丘比，找到没有？没有，顾家那俩兄弟说顾同学早就走了。哎呀，你别听他们瞎放屁，你赶紧再找找。梁晶晶，金副总，你怎么还没下班？你怎么还没下班？
我策划案还没做完呢，如果明天上班前我还没做完的话，我就完了。5番街，还在做这个，又没通过。我那边资料比较多，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把电脑带上，来我办公室，我帮你一起做。真的？真的，快拿电脑。好好。金副总，您真是个大好人，你在闪闪发光哎。如果早点遇到你，我应该会成为我原本的样子。小北，顾从北，小北。
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有3个原因：第一，你生日6月，我9月，我不喜欢比我大的；第二，你很高，我不喜欢比我高的；第三，我绝对不早恋；第四，还有第4啊？我刚刚想到的，你家很有钱，我不喜欢被人议论。哎，我家也没多少钱啊。同学，那天我去你们学校找金希晨，看到当时你在跟他吵架，你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撞了我一下，那是我们那一天的第一次碰面。第一次？难道我们那天碰到过很多次？你听到我跟金希晨说的话，说是要提醒我，就跟着我出了学校。这位同学，怎么是你？对啊，怎么是你？你不会是跟踪来？同学，送你束花，这本来是给我爸的，但我今天很生他的气，送你了。难怪之前收到你送的花的时候，我觉得很熟悉。没想到我从小到大送了那么多次花。送来送去，都是送给你。所以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不是，我上班的路上。
遇见你。我很抱歉，忘记了17岁时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如果可以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我喜欢你。我好想填完没有你的这5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辰，你说这都这样了，这个金蓉蓉一点都不怀疑这个顾从北，消息被他捂得死死的，一点都没往金董那边去。你说他要是继续查下去，万一查到我们身上来怎么办？你先出去，我在做策划案。啊？五番街策划案？这不是梁晶晶的策划案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必须帮他过了这一次的策划案。要是这一次再不通过，他只能回家继承家业了。大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这个梁晶晶？梁晶晶过不了这关，人家可以回家继承家业，你过不了这关，你就什么都没了。你先出去。既然你不愿意做，我来替你做。怎么了？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离开？暂时我们不能一起吃饭。哦，你被公司派驻啦？你要去哪儿？要去多久？远不远？我能不能去看？
最大的。谢谢，谢谢你做的饭。不客气。不会，好好吃。你买冰箱了？是啊，以后要每天在家吃饭，没有冰箱多不方便。那你……我以前一直不提这件事儿，是因为我选择相信它就是个意外，我怕查下去会……你怕发现你不愿意相信的事情？那天我跟你分开之后，我看到一只小猫跑进了冷冻车，我怕它出意外，我就追着它，也进了那辆冷冻车。
所以现在，你能告诉我真相了吗？你觉得真相是什么？金希晨，我一直希望那就是一场意外，但在这场意外里，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或者说，真的是你救了我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我该怎么赎罪，怎么说服自己，当初我没有把你关进冷冻车。也许，在我关上冷冻车的那一刻，我也关上了自己的良心。是我和吴有用一起设计，把你关进了冷冻车，就为了制造一个让我可以。
学关系好得很，您当外公指日可待。可以给他们准备第2个孩子的合同了。嗯。